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咱们来聊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甚至有点魔幻的社会现象啊。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咱们身边多了一种新型的凡尔赛。有些小年轻或者刚毕业的白领啊，发朋友圈他不晒名表了，也不晒豪车了，晒啥呢？晒一张每年得花260块钱甚至680块钱办的山姆会员卡。老师，你没想到吧？当年你最看不起的、成绩最差的、坐在最后一排的我，现在是山姆会员。好家伙，那到了周末啊，开着车大老远的往郊区赶，进了山姆啊，推着那标志性的巨大购物车，在那些堆得像仓库一样的货架前面咔咔就是一顿拍。回家发个小红书啊，发朋友圈，文案必须得配上山姆今日沉浸式进货，中产家庭的周末日常。比如说这位。5次打卡山姆了，但每次都只能在门口看着，因为我没有会员进不去。我问遍了身边的朋友和圈子里的所有熟人，也动用了所有的人脉关系，没有一个人有山姆会员卡。我看着他们进去好羡慕呀，到底要多优秀、多努力、多有实力才能进去？好羡慕他们啊！我也好想进去见见世面。我儿子5岁就能来山姆，而我30多岁才有机会来山姆，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我拼尽全身力气向上托举，为的就是让我孩子小年纪就能来山姆，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这就是父母努力的意义。你看看这都是些什么人啊？当然了，事后因为被网友的抨击，他要出来道歉了。我是托举孩子上山姆的视频发布者，这是一条道歉视频，我向所有人道歉，我不该发布那条欠考虑的文案，我本来发的并没有恶意，因为最近山姆的梗比较火，我遭受了很大的网暴，有很多私信谣言，我现在每天都活在恐惧里，不敢出门，也不敢送孩子去上学，而且孩子爸上班说他同事也知道了这件事。孩子爸平时脾气也比较网暴，他刚刚还给我打电话说让我等着，下班回来再找我算账。我就纳闷了，买个菜置办点口粮，怎么还置办出阶级成就感来了？怎么着？不交这几百块钱的智商税当门票，普通老百姓连吃个大米白面都不配啦？有些人的优越感真的是办了一张外资超市的会员卡，就觉得自己的半个屁股已经挪进了上流社会了。但是就在这2天国家监管部门和央视直接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把这帮自以为是的伪中产从美梦里给抽醒了。一直主打高端品质食材安全，被某些人奉为中产灯塔的山姆超市，被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亲自下场，直接约谈了中国总部的负责人。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全线点名那些平时自诩生活精致非山姆不吃的人，先别急着破防咱们今天就来盘一盘，你们花高价办卡，以为买到的是安全和尊严，实际上在山姆眼里你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高级韭菜？那很多人去山姆其实逻辑是很简单的，平价超市我不放心山姆贵是贵一点，但它选品严家里面有老人有孩子的，吃个安心。朋友，睁开眼看看现实吧别再跟那儿自我催眠了。官方这次之所以重拳出击是因为山姆最近这半年的翻车频率已经不是偶发意外了，那是系统性的全面崩塌。咱们都不用说远的，那就说前阵子深圳发生的乌冬面生蛆事件，人家是一个10几年的老会员出于对品牌的极度信任，给孩子买了一箱乌冬面，结果孩子正吃着呢，碗里面直接飘出了活生生的蛆虫孩子当场恶心到呕吐。顾客去找门店，门店核实了，确实生蛆了。结果怎么处理的？紧急下架同批次产品吗？查仓鼠消杀吗？没有，敷衍了事的给张礼品卡就想把人打发了。最离谱的是，没过几天，这涉嫌生蛆的乌冬面居然换了个位置，接着在货架上卖。怎么着？欺负下位顾客视力不好是吧？这还不算完还有顾客线上买的网红麻薯密封包装完好无损，打开里面直接躺着一只被咬烂的死老鼠旁边的糕点上全是被老鼠咬过的牙印，
这意味着啥呀？意味着他的仓储和配送环节消杀工作早就形同虚设了，耗子都在里面开派对呢。还有当年全网推荐的网红冻干草莓被查出来重金属严重超标，甚至还有多种违禁农药。武汉的进口椰子6个里面烂了4个，果肉都发紫了，孩子喝完拉稀，门店还嘴硬说肉眼看没问题，更别提拿冻肉冒充新鲜肉。各位，官方一查，山姆线上的恶评投诉竟然累计超过了1.5万条啊！真的是不能再续山姆的卡，真的是离了个大谱。我下个月才刚曝光山姆卖假货，这才多久？山姆要塌房了，塌房了！最近山姆的3文鱼原来不能生吃的，直接冲上热搜，一堆网友看完直呼天塌了，中产安全幻想碎了一地。我买你，我不就冲着你高端安全去的吗？哎，你市值破万亿的沃尔玛旗下高端会员店的大哥，你办一张会员卡，你大几百，不就图你一个放心吗？我老觉得说贵有贵的道理，我一直很信奉这个，你知道吗？结果给老人给小孩子买吃的，基本上选它。可是这份放心现在就变成了自欺欺人，感觉自己现在很蠢，你知道吗？这就是某些人嘴里面象征着中产阶级高品质、高门槛的人上人超市。你花了比外面贵几倍的价格，合着不是在买安心，是在买食品安全盲盒啊！你非得从这些食品问题里去品味你那高贵的外资中产情调，这叫什么呀？这叫大白天打着灯笼自己找恶心。看到这儿，很多人可能会纳闷这按理说山姆背靠世界第一零售巨头沃尔玛，管理经验、公关团队那都是世界顶级的，怎么能把品控做成这副烂摊子啊？咱把话挑明了不是他们能力不行，是他们骨子里根本没把中国的消费者当回事儿。你看看这半年山姆的翻车路径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渣男套路啊！每次被网友曝光，被媒体大肆报道之后，山姆的公关部门雷打不动，第一时间发一份道歉声明，字斟句酌态度那叫一个诚恳。我们高度重视，已经成立了专项小组，全面自查整改。结果呢，道歉信发完，风头一过，该怎么卖还怎么卖。他们从来不公布调查结果，从来不说明为什么大米会发霉，面条会生蛆，也从来不对问题供应商进行真正的追责。这份整改报告纯粹是拿来应付舆论、糊弄监管的 PPT。为什么他们敢这么屡教不改，底气十足呢？因为有些中国消费者实在是太宽容、太好贵了。在某些人的逻辑里外资品牌有免死金牌，中国本土超市要是吃出个虫子，能被键盘侠喷到破产闭店。换成山姆吃出个耗子，这帮人反而会帮着找理由。哎呀，这么大个超市开辟了仓储赛道，供应链这么长，偶尔有1-2个漏网之鱼也正常嘛。我们要理智。我呸！山姆一年在中国捞走千亿级别的销售额，坐拥千万级的付费会员，他拼了命的在全国疯开的开店，抢占市场，扩充业绩，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怎么让老百姓掏钱办卡上，却把最核心的食品安全扔进了太平洋。为什么？因为他们算过一笔账，违法的成本太低了，翻车了道个歉，发个礼品卡，那些开着豪车追求山姆中产身份的顾客，下周末依然会乖乖的过来排队。只要这种崇洋媚外的隐形心理特权还在山姆就永远有恃无恐。那聊到这儿，咱们不妨把视线拉回来看看咱们中国本土的一家神仙超市——河南的胖东来。这几年某些公知和洋买办天天吹嘘外资的会员制有多高级管理有多科学今天呢，我就把胖东来和山姆拉到同一个戏台上，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在山姆你吃出蛆虫，门店给你一张礼品卡，把你当要饭的打发走，回过头来接着卖问题食品。而在胖东来呢，曾经有顾客投诉说在他们家买的面条里发现了异物。胖东来是怎么做的？人家不仅没有推脱反手给自己开了一张终极罚单。官方直接发布长篇的调查报告，向全社会公开道歉，对全渠道购买了该批次产品的消费者挨个打电话发短信进行全额退款，并给予高额补偿。最狠的是直接把涉事不合格的供应商永久清退，拉入黑名单。在胖东来海鲜区的所有商品标签上白纸黑字写着怎么做哪个部位不能吃，产地在哪儿，甚至连利润多少都敢明明白白的亮给消费者看，这就叫差距那山姆收着几百块钱的会员门票，用最傲慢的态度把中国消费者当盲盒玩家。
而胖东来不收1分钱门票，却用近乎信仰般的真诚，把每一个普通老百姓当成亲人来尊重啊。那这几年西方的老牌零售巨头，什么家乐福啊、麦德龙啊，在国内啊是一个接一个的倒下，被本土企业收购。为什么呀？因为中国老百姓已经过了那个看个洋牌子就觉得高大上的开化阶段了。你外资超市光有一个高端的价格和外壳，内里却连最基本的干净卫生的底线都守不住，那你的光环就活该被砸个粉碎。咱们把话聊到最底层啊，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把山姆被约谈这个事儿聊得这么深这么狠啊？因为这地上洗不掉的污渍，乌冬面里的活蛆，照出来的不仅是一家外资企业的品控失职，更是照出了某些国人内心深处至今还没有站起来的精神贵族心理。这几年大家都在聊经济聊这个消费降级，很多人一边在生活上是精打细算，一边却在消费形式上追求那种虚无缥缈的中产高潮。他们以为进了山姆交了会费，自己就和马路对面的普通人拉开了阶层差距。省省吧，在资本眼里你手里面的会员卡不是什么中产通行证那就是一张高净值韭菜收割凭证。你在法律和规则之内的退让，换来的不会是品牌的尊重只会是更肆无忌惮的傲慢和应付。我们有全世界最发达的工业，最强大的供应链，也有像胖东来这样真正把消费者当人看的本土企业。我们不需要靠着一个连耗子和蛆虫都管不好的外资超市里排队来证明自己的生活水平。真正的自信和高端是平视这个世界，是对任何敢于践踏我们健康底线的品牌，无论是国货还是外资，一视同仁的用脚投票，让他们滚出市场。这次市场监管总局的严厉约谈是给山姆的最后通牒，如果他们还是那一副口头整改屡教不改的德行，那等待他们的绝对是中国14亿人最彻底的抛弃。视频的最后，各位你们怎么看呢？你们家里面办了山姆的会员卡吗？看完这些食品安全乱象，你们打算去退卡，还是打算继续相信他们的中产神话呢？